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林婉儿更了解吴飞燕。这个女人就是现在人常说的超雄体，对人对世界都充满恶意，一切皆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父亲当年拒绝了她的示爱，她便立刻痛下杀手，毫不犹豫。这就证明她在向父亲表白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答应了。两人便是一对神仙眷侣，不答应，立刻杀掉对方，独吞丹药和戒指。他的爱与恨转变之快，全在他自己一念之间。这样的人历年历代都不在少数，即便是现代文明社会，也有一些如吴飞燕般自私自利之人，向人求爱不成，立刻便动了杀心。所以如果吴飞燕感觉下一个500年阳寿已经没了机会，以她的性格一定会鱼死网破，不知要拉多少人陪葬。而眼下有机会将其铲除的，恐怕只有叶晨一人。若是叶晨的修为始终停滞不前，亦或者进展缓慢，恐怕就再没人能奈何得了他了。一念至此，林婉儿轻叹一声，感慨道：客观来看，叶太太一家人确实会给公子带来很大的羁绊，眼下确实是应该将儿女情长放置一旁的时候。安承熙见林婉儿支持自己的观点，表情瞬间轻松了些许，微笑道：晚辈见前辈寻来，还以为前辈是来帮晨儿找萧初然的，万幸在下与前辈能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林婉儿微微点头，说：小女子找到这里，主要是想知道究竟是谁在公子身后布局一切，如今真相大白，小女子便放心了。说着，她稍稍停顿，又继续说：小女子不敢耽搁太久，孔公子知晓行踪有所察觉，稍后便回去了。走之前，小女子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叶夫人。安承熙看着她，问道：前辈应该是想问10万大山孟长生的事情原委吧？林婉儿眼神闪烁，笑着说道：与叶夫人沟通实在省心省力，很多问题林婉儿在见到安承熙的那一刻就想通了，但她还是不知道安承熙为什么要安排那位贾师太在10万大山外面拦住自己和叶晨，而且还警告说里面有巨大危险。从内心来说，林婉儿对孟长生一向是神往又敬重的，毕竟那是父亲的恩师，也是父亲最尊重的人，而且也从未听父亲说起过师公孟长生做过什么坏事，所以他更不能理解安承熙为什么对师公如此提防。还有，他也不知道师公究竟是死是活。安承熙想说话，但余光看到一旁毕恭毕敬一言不发盘坐的空隐法师，一时又有些迟疑。林婉儿看到他眼神观察空隐，便开口道：正平是小女子的养子，为人端正，品性绝佳，夫人尽可放心。安承熙点点头，沉思片刻，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晚辈怀疑，如今晨儿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孟长生几百年来布下的局。最早的九玄金絮以及九玄天经，就是他特意使其流入俗世。九玄金絮的使命，是寻找龙阁之人，诱导其修炼悟道，再诱导他自愿剥离自己的龙阁，给自己的子嗣叠加出一个生龙命格的人出来。而九玄天经又是为生龙命格所准备，为的是将生龙阁打磨成孟长生需要的样子，再将其引诱至10万大山。说到这，安承熙神情凝重地说：晚辈觉得孟长生费尽心思筹划这一切，为的便是夺舍重修，再续阳寿。夺舍重修，林婉儿皱眉说道：这种事情小女子只是有所耳闻，但又捕风捉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安承熙道：晚辈也是机缘巧合才知道，晨儿开始修炼九玄天经之后，晚辈为了帮她寻找机缘，曾经去过10万大山，本想找到孟长生当年闭关修炼的仙府，却不曾想在10万大山中遇到了一位如空隐法师这般年纪的道长。那位道长忽然出现，拦住晚辈去路，告诉晚辈再向前便是血湖地狱。血湖地狱，林婉儿脱口道：
道家所说的血湖地狱，应该只是如18层地狱一般的传说才对啊，怎会在10万大山之中？安承熙解释道，道家所说的血湖地狱，是一个由冤死或罪孽之人的怨气亡魂所汇聚的地狱。道长说那里是血湖地狱的原因，是因为那里如道家所说的血湖地狱一般，有许多人在那里枉死。那道长说，10万大山的深处，就是一个用无数人命献祭出来的阵法，而且那阵法至今仍在运作，定有邪修在阵法之中冰解。冰解，林婉儿喃喃道，小女子曾听闻，冰解是渡劫失败者弃肉身而留元神，那这便是传说中的散仙之道了啊。对，安承熙重重点头，继续解释，那道长也说是散仙之道。林婉儿疑惑道，可是不应该啊，据说这世间唯有渡劫期的修士才能在渡劫失败的那一刻冰解成为散仙，其他人根本不具备冰解的可能，一旦寿命到了，必将魂飞魄散，元神俱灭。师公他老人家的修为连1000年阳寿都没能突破，更别说渡劫期了，他老人家怎么有能力冰解成散仙？安承熙叹道，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那道长本身也是修道之人，他告诉晚辈，任何修士的元神在寿终正寝后都将烟消云散，而那阵法之中的邪修之所以实力不足还能冰解，是因为他在死前用无数人的生命在10万大山之中，按道家传说复刻出了一个血湖地狱。那个血湖地狱已经跳出了5行3界，瞒过了天道轮回。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炼狱，那他就等于是在人间自制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炼狱。天道以为那里是地狱的一部分，地狱以为那里是人间的一部分，而那个杀人如麻的邪修就能在这里冰解，而不受天道惩戒。说到这，安承熙看向林婉儿，认真地问，能在10万大山杀人无数，这件事必定发生在古代，而孟长生在10万大山闭关多年，自然嫌疑最大，而且孟长生刚好活了1000年，以他对长生的执着，最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的就是他。林婉儿摇头道，可是家父曾说，师公就是1000年阳寿，寿终正寝，死前将2颗万古长青丹给了他和吴飞燕。家父与吴飞燕为他料理了后事之后，正欲出山时，吴飞燕才对家父下手。那时师公已经寿终正寝了，若他是那个邪修，与家父所说的就矛盾了。家父死前将这一切告知小女子，想来绝不会说谎。安承熙感叹，前辈，您的父亲并没有说谎，说谎的是孟长生。